Hello，大家好，我係 Lauren 羅妍瑾，歡迎大家嚟到音樂人訪問節目嘅第4輯。今日咧，好高興邀請到鄭新明教授同我哋一齊分享下音樂行政方面嘅工作。鄭新明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管理實務教授，從事藝術行政工作超過30年，包括擔任香港藝術節首位華人行政總監、香港藝術發展局秘書長、香港電台第4台台長等。2002年後就專注教學，曾擔任上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嘅系主任同埋教授。好，我哋而家就開始傾下呢個音樂行政嘅工作啦。我哋開始之前，不如都請教授同我哋講解下究竟咩嘢係音樂行政，咩嘢係藝術行政咁呢？好其實音樂行政咧，有陣時咧，我哋就叫做音樂管理。咁亦都有陣時咧，就會即係講闊啲啦，就係藝術管理。咁因為主要個分別咧，就係話你做你針對嘅嗰個藝術形式係淨係音樂啊，定係話係一般嘅藝術形式，可能就包括咗舞蹈啊，或者包括咗話劇咁樣。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話藝術管理咧，其實就係話係嘗試咧係做一個橋梁，擔任一個橋梁嘅角色。就係將啲藝術嘅作品啦、藝術家啦，同埋觀眾、公眾咧，就係連結埋一齊，擔任咁嘅橋梁。咁當然啦，嗰個就係會用一啲管理嘅手段嚟幫我哋去達到呢方面啦。咁包括咗要安排一個，譬如一個演出咁講啦，你要安排人手啦，你要安排設施啦，同埋你要安排一啲冇錢都唔得㗎，一定要有呢方面。咁我哋不如都講下具體有啲咩工作嘅一啲例子啊？可唔可以請教授都同我哋可能講3個音樂行政方面嘅工作嘅一啲例子，或者係一啲同學你將來從事啲咩工作啊？好啊，嗱，我舉3個例子啦。咁我諗有啲可能係一啲細啲嘅機構、細啲嘅活動，咁另外一啲可能係大啲嘅活動。另外一個例子啦，可能就係除咗活動之外咧，就會包括埋即係音樂嘅培訓啊等等方面啦。咁首先第一個例子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話一個譬如一個好似中大嘅一個合唱團。其實我哋中大合唱團每年都會有所謂嘅週年音樂會。咁呢個好多業餘團體每年都會起碼搞一次音樂會啊。呢個音樂會裏面其實牽涉到好多嘅音樂行政或者藝術行政嘅工作。咁包括咗你要搞清楚點解你要做呢個音樂會，你搞清楚目標係乜嘢。咁然後好清楚目標之後咧，跟住你就會安排節目。跟住呢個目標就係話我哋要選擇啲咩嘅曲目啊，邊個做指揮啊，邊個做伴奏啊，等等方面節目嘅安排啦。咁然後跟住咧其他咧就係做啲場地啦，嗰個財政預算啦，你又要組織嗰個工作嘅團隊啦，所有呢啲方面咁亦都咧就係話你要考慮清楚，當你做財政預算嗰陣時，你需唔需要去融資，需唔需要揾錢？咁如果需要嘅話，咁你又要牽涉到係揾贊助啊，定係要去揾或者好似藝術發展局嗰啲機構嚟俾啲資助你好啦，決定晒呢啲節目同埋排練啦，咁跟住就好重要一樣嘢，你要有觀眾先得嘅。咁所以你就要去做營銷嘅工作啦，要去賣飛咁要去推廣咁所有呢啲工作包括埋通常我哋都會要求負責營銷嗰啲個團隊負責埋咧，要做份長刊。香港我哋個機構都會做一個長刊咁樣，咁然後好啦，咁佢係有個演出嘅話，你要兼顧到究竟嗰個舞台上邊嘅演出嗰個後台嘅工作啲燈光用咗邊個鋼琴等等個 stage manager 係邊個等等呢啲舞台嘅工作技術嘅資源。咁另一方面就係所謂嘅前台嘅工作，前台嘅工作就話到時你要有人嚟接待啲嘉賓啦，有人帶位啦。所有呢啲方面接待啲嘅工作咁所以呢個就係如果係講一個細嘅例子咧差唔多就係一個週年音樂會類似嘅一個咁嘅活動。咁第二個例子咧，我就想講香港藝術節啦。咁其實香港藝術節可能啲朋友都會知道係1年1度嘅一個好大型嘅活動講緊4到5個星期，每年係有10幾個香港嘅場地佢都會用嘅。咁所以咧一個香港藝術節咧，每年講緊咧佢有幾十套嘅節目可能60套、80套嘅節目，而每一套節目咧可能如果音樂會可能只係演1晚，但係如果你一個戲劇嘅演出，
可能係演10場啊咁樣，咁所以係講緊幾百個節目啊咁多。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喺個組織方面咧，喺管理方面咧，其實同一個做一個音樂會、周年音樂會都係大同小異啊，係頭先講嗰啲元素啊、節目嘅安排啦、銷售啦等等，所有呢啲。不過你就變咗，因為有幾十個節目，你就將頭先講嘅嘢就乘幾多？乘60、乘50啊咁多。咁同埋你變咗你每一樣嘢都好專業。嗱，你有個專業嘅團隊嚟籌，因為譬如舉例嚟講，你嗰個融資嘅團隊，一般嚟講我哋叫做 development， 我哋叫做發展部嘅同事。咁你可能咧嗰年佢就要去揾幾千萬去揾幾千萬嘅贊助翻嚟，咁佢就要好有方法，佢就知道佢就要去做好多 research。你全香港咁多嘅工商機構，邊啲係願意支持藝術？咁同埋佢哋願意支持有啲係中意音樂嘅，有啲係中意話劇嘅，有啲係有興趣支持法國嘅，有啲有興趣支持美國嘅，要做好晒啲 research 等等咁，所以香港藝術節嘅團隊亦都係雖然佢一年搞一次個藝術節，但係佢團隊有成幾十人咁多因為其實佢全年其他嘅時間都要用嚟籌備呢個活動咁樣。咁呢個係即係第二個例子啦。第三個我想分享嘅咧就係一個比較新嘅機構、新嘅團體就叫做虎嘯樂譜咁樣。咁其實虎嘯樂譜就係一個歷史嘅建築物嗰度但係而家就係專係愛嚟做音樂嘅一個場地咁佢搞好多活動啦佢搞好多活動音樂會等等。咁如果頭先講嘅搞活動，可能同頭先我講嗰啲週年音樂會藝術節啲活動嘅組織工作冇乜大嘅分別。但係咧，佢比頭先講嗰兩個機構咧多咗2樣額外嘅東西咧。就第一，因為佢有個場地，有個場地你就要管理個場地啦，就要搞個清潔啦，同埋有一樣我哋大家一般嚟講冇發生事，大家都唔覺得個重要性。其實每一個場地個安全就係最重要啦。點樣管理人群等等呢啲安全嘅考慮咁所以佢有場地管理呢一方面。另一方面咧，就係因為呢個機構咧，亦都係辦好多嘅培訓班、音樂嘅培訓班甚至有 meditation 嘅培訓班有好多爵士樂中樂等不同方面嘅培訓班。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個培訓嘅機構裏邊又牽涉到一大堆嘅課程管理嘅東西，包括開啲咩班揾啲咩人嚟教點去做招生點去保證個質量等等就又係一個大嘅即係管理系統咁所以最後呢個例子咧，咁我就覺得佢係其實係包括咗除咗節目除咗啲活動之外咧，亦都係包括咗課程培訓咁其實喺音樂管理嗰度咧特別喺香港或者其實我覺得係中華語地區嘅話咧，都係啲父母因為好捨得係支持俾最好嘅培訓佢哋啲仔女咁所以咧，你係搞音樂培訓嗰啲咧，坦白講咧，就應該係比較喺個收入嗰方面咧係有保證咁當然有一方面你可以話有個市場大啲，但另一方面競爭性亦都會好大。好多謝教授好詳盡嘅分享咗3個例子。我哋頭先講咗中大合唱團啦、香港藝術節啦，同埋呢個虎豹樂譜嘅咁。從事音樂行政嘅工作，具體又需要啲咩技能咧？係我諗都係話，即係因為你係做行政或者做管理嘅人咧，都係會係需要一個比較組織能力、組織性比較強嘅人啦。佢會將啲可能即係好多亂嘅東西，但係將佢比較有條理咁去組織上嚟。咁第二個就係話，因為你係做管理工作，你就需要寫好多嘅文書溝通嘅文件proposal 報告所有呢啲咁東西，所以你支筆中英文都應該有一定程度你當然你唔需要做到寫到好似文學家咁漂亮咁，但係你都起碼要人哋睇得明同埋你有說服力咁。第三個相關嘅就係話同人嘅溝通能力。同人嘅溝通能力，即係佢，因為佢要接觸好多人，佢要接觸藝術家，佢要接觸嗰啲工商界嘅人士，因為希望人哋贊助佢佢要去 book 場，咁佢又要去同政府官員打交道咁所以佢要接觸咁多人咧，佢一定個溝通能力係要好強如果佢呢方面唔強咧，咁就係即係好蝕底啦。
咁另一方面咧，即係管理人係一定要做好多嘢咧。因為一方面嘅工作咧，就係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永遠你就算幾好嘅組織者，你一定要有啲問題現場突然間發生嘅咁你點解決問題咧？咁所以希望個從業員咧，佢嘅思路係要好鎮靜啦，思路清晰有一定嘅分析能力，咁變咗係幫助到佢有問題咩？佢會好定咁去解決咗呢個問題。咁我諗喺藝術管理業裏邊，因為其實都有不同嘅工種啦。頭先講話可能係安排節目，可能係營銷，可能係做財務咁如果你係做財務嘅工作，或者你係做 fundraising 你係做融資嘅工作咧，咁坦白講咧，你對於藝術嘅認識、音樂嘅認識未必需要好強你反而你係個專業你一定要係你如果係 accountant 咁你一定要係一個好好嘅簿記呢方面嘅知識一定要有。咁但係如果你係做搞節目嗰個啦，你做搞節目嗰個，咁你根一定係要係好音樂方面個根底好紮實。咁所以就睇下你嗰個工種係點樣。但係我諗所有藝術管理人員有一個共通，我自己覺得佢點咧，就應該咧佢哋嘅 EQ EQ 都係比較高。嘅嗰個因為佢特別係你喺一個藝術機構裏邊，其實你要同藝術家合作咁藝術家都有佢一啲好關心好關心嗰個工作方面嘅或者個作品個要追求真善美等等，所以你要懂得點樣去理解佢哋，同佢哋溝通咁我諗呢幾方面啦。我都覺得呢啲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啲技能啦。其實我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對呢個音樂行政或者藝術行政都幾有興趣嘅，想了解多啲。咁佢哋都好想知道究竟係咩性格嘅人或者係咩背景嘅人會比較適合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咧？或者先講性格咁我諗其實都同頭先我講嘅嗰個能力方面都呼應嘅，就係佢一定係要個比較外向型嘅人我覺得佢要比較外向型嘅人，咁同埋好有同理心咁於是佢先可以同人溝通得好啦。咁第二咧，佢要做行政做得好咧，佢一定要好細心好細心，真係即係你有啲人真係唔錯得嘅你一錯咗咁就死人，就買飛買到一半咁掟聽咁咧就喐唔到啦咁所以佢一定要好細心咁另外一樣咧就係話佢因為其實咧我哋話喺一個藝術活動裏邊，其實最低調嘅人咧就係應該係藝術管理人員，同埋可能係後台嘅工作人員咁所以佢係應該係嗰種有啲人係好中意出風頭雖然佢希望俾人見到佢嘅工作，但係其實管理人咧最好啲管理人咧就係你根本唔覺得佢喺度做嘢但係所有啲嘢都好暢順嘅咁所以係應該係一個即係一個低調嘅人咁最後一點啦，就我諗可能唔係一定同性格有關，但係都要真係可以喺藝術管理呢個領域裏邊可以長久做落去嘅啦，咁佢應該係喺工作時間喺工作嘅時間嗰方面咧係會比較彈性嘅。咩意思咧？就係因為你諗下，如果你有藝術活動，一般都係夜晚或者係週末咁呢啲所謂係social 係呢啲大家係愛嚟社交嘅時間。咁你人哋社交嘅時間，你就去做嘢，咁所以你一定你自己屋企其實係要有啲犧牲等等咁所以你要有咁嘅彈性咁我諗你先至即係適合嚟做呢個藝術管理嘅工作。明白。咁對於成個音樂管理呢個行業嚟講嘅發展啦，咁教授有啲咩睇法咧？我覺得係好個前景應該係好正面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我覺得第一其實頭先提過啦，就係中國人嘅父母係好願意去支持好願意支持佢哋啲小朋友去多啲藝術活動，可以多啲追求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喺香港即係其實你比我最熟悉喺香港做音樂培訓嘅工作咧就大有市場。大有市場我哋而家見到好多音樂培訓工作好多就係可能喺屋企裏邊教球或者有個人嘅 studio 但係我相信咧，其實如果喺呢個培訓嘅階段裏邊有更加多嘅好嘅管理人員咧，其實可能係可以有更加多嘅空間俾一啲培訓嘅機構去做。即係你如果你係揾私人嘅補習老師，定係去補習社
咁如果係有啲好辦得好嘅補習社，佢有個能力去一個好好嘅系統出嚟咁樣其實好可能係本來去緊私人補習社嗰啲人都會去咗一個培訓機構。咁我覺得呢方面應該係個潛力係相當之大。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喺香港，你其實睇到咧，就係因為個音樂水平係越嚟越高咁係越嚟越多啲音樂嘅機構團體宣國聽合唱團有係專業嘅亦都好，係非專業嘅純粹係業餘性質嘅都好。咁你呢兩係當然專業嗰啲，咁你幫佢去專業嘅做藝術管理嘅話，呢個係一份工作啦。如果係業餘嗰啲，咁你可能喺一個業餘嘅團體裏邊做主席，咁你係一個無償嘅工作，係一個志願者咁但係呢兩樣我自己都覺得係應該係個發展空間非常非常之大，即係隨住我哋整個社會，其實我自己喺過去嗰幾廿年覺得一個好好嘅現象，就真係睇住香港嘅音樂咧係個水平越嚟越高啦，同埋係越嚟越普及咁而我相信呢個趨勢咧應該係會繼續落去。我都好高興聽到教授對呢個行業發展係非常之正面積極嘅，咁都希望會有更多學生對呢個方面會有咁興趣啦。咁最後咧都想問下教授，咁對於一啲可能係對呢個音樂行政工作係有興趣嘅學生，有啲乜嘢建議？佢哋應該去做啲咩嘢去提升自己？點樣去入呢一行咧？好我自己咧一向嘅主張咧，其實係可以用3個字嚟講，就係 do， 然後 learn， 然後就再 do。咩意思咧？就係因為頭先我哋講藝術管理、藝術行政都，其實就係一個實務嘅工作，係做嘢做一啲組織，使到某些嘢發生。咁所以咧，從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我唔係喺間學校裏邊學話你點樣做藝術管理，我有學過，但係嗰個學咧就喺我 do 之後。我喺中學、大學嗰陣時咧，就好多呢啲組織嘅工作。頭先講係租合唱團或者咩團我哋嘅系會等等，做好多呢啲嘢。咁你因為做呢啲嘢，你先至學識點樣同人溝通。你諗下，我就算我今天做老師，我都好難覺得話我教學生一堂如何與人溝通咁我講完一堆，佢用唔用其實冇人知嘅。但係如果你可以真係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去學咁呢個係第一。但係做完之後就要 learn 就要真係去上下堂同埋第二樣咧就係話要從你做嗰度咧要總結經驗我原來做到 A 咧就係啱嘅 ，B 就係做錯咗啦 ，C 咧就仲可以改善咁你先所以做之後就要學，或者做之餘係要學 learn 咁 learn 咗更加多嘅層次，更加多知識，又要將呢啲知識去 practice， 去將佢實行咁其實所以就好似一個圓圈咁樣do learn 又 do 咁樣你一路咁樣滾咧，我覺得咧你就越嚟越即係嗰個能力就越嚟越高。係個不斷咁樣進步嘅一個過程。咁我哋今日就嘅訪問就到呢度啦，非常感謝教授同我哋今日分享呢個音樂行政嘅工作啦，同埋都俾咗我哋一啲非常好嘅一啲建議。咁都希望大家咧都中意我哋呢個 video 啦。如果有啲咩問題，都歡迎大家喺 video 下邊留言同我哋講翻嘅。我哋下一輯 video 再見啦，拜拜。拜拜。